俄乌同时发布战损报告，格拉西莫夫称俄歼敌100万，到底谁在说谎？以色列空袭胡塞武装，清算开始了，驻叙美军数量翻倍，美国打算入场，乌克兰装备光灵坦克、激光武器首次实战。俄乌双方近日同时发布了各自的战损报告，但两份报告的数据差别很大，令人忍俊不禁。12月18号，俄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一次为外国武官举行的吹风会上宣布，自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乌克兰军队已损失100万人、2万辆坦克装甲车、19500门火炮以及1500个火箭发射器。同时，格拉西莫夫还指出，乌克兰在库尔斯克地区的损失达到4.2万人以及1800辆坦克装甲车。此外，俄军宣称在2024年已占领了乌克兰4500平方公里的土地，完成了俄罗斯领导层为武装部队设定的所有年度目标。格拉西莫夫的这一系列数据无疑展示了俄罗斯在这次冲突中取得的重大胜利。然而，业内专家和国际观察员对此表示质疑。根据战争研究所分析，格拉西莫夫关于2024俄军占领乌克兰领土的说法被大大夸大了。ISW 估计，俄军实际控制的乌克兰领土为3306平方公里，甚至有第三方机构认为这数字仅为2400平方公里。相比之下，俄罗斯截止11月30号实际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占比为 18.07%， 包括克里米亚以及2022年之前占领的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同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俄乌问题特使凯洛格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的损失比乌克兰高出了5倍。他指出，俄罗斯在这次冲突中承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波浪式的攻击导致大量士兵牺牲，这类似于2战时期的消耗战。凯洛格的言论得到了美国和英国的相关数据支持，进一步质疑了俄罗斯官方公布的战损数据的真实性。与此同时，乌克兰方面也发布了最新的俄军损失数据。12月19号，乌克兰官方数据显示，俄军新增人员损失达1530人，坦克、火炮及装甲车的损失持续上升。此外，俄军第810海军陆战旅的士兵也抱怨缺乏必要的撤离设备，只有一辆独轮推车，导致一些受伤士兵不得不骑着摩托车撤离。在库尔斯克地区，尽管俄朝联军人数增加到10万人，已经消灭了4.2万名乌克兰士兵，但依然未能将乌军完全赶出该地区。格拉西莫夫对此未做进一步说明，也未能断言何时能够彻底夺回库尔斯克，这让外界对俄罗斯的实际战况产生了更多疑问。总体来看，尽管俄罗斯官方声称取得了显著的军事成果，但实际情况似乎并不如其所述，双方的战损数据存在巨大差异。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乌克兰公布的数据更为可信。大兵认为两方的战报均是有夸大的成分，但从事实上来判断，作为进攻方的俄罗斯明显是要承担更大的伤亡率的，这是由堑壕战特点所推断的事实，和立场无关。然而，我们要注意，即便俄罗斯伤亡要比乌克兰更大，但俄罗斯人口数量是要远高于乌克兰的。再加上由于战乱，大量乌克兰民众被迫离开，目前俄军面临着严重的人口危机，乌克兰现在只能通过防守不断消耗俄军的进攻潜力，以图恢复去年的僵持状态。12月18号，以色列中部多个地区响起警报后，以色列空军成功拦截了一枚从也门发射并进入以色列领空的远程弹道飞弹。这次拦截行动由剑3反弹道导弹系统完成，但由于拦截过程中产生的碎片掉落，特拉维夫郊区一所学校遭受严重损坏，所幸尚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成功拦截飞弹之后，以色列国防军立刻展开了报复性的空袭，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2轮打击。14架以色列空军飞机在胡代达和萨纳耶省执行了这次空袭任务，目标包括西海岸的拉斯伊萨炼油厂和胡代达和萨利夫港口的6艘拖船。此外， IDF 还袭击了萨纳的达班和哈吉斯电力站。尽管电力设施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胡塞武装已经报告恢复了萨那的供电。
这次空袭是以色列几周前制定计划的一部分，旨在回应胡塞武装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预计将继续对以色列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从12月18号以来，胡塞武装已对以色列发动了2次攻击。当天，胡塞武装发射了1枚弹道导弹，目标直指以色列中部的特拉维夫、雅法地区的2个特定且敏感的军事目标。胡塞最高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克利胡塞声称，其中1枚导弹的目标是以色列国防部。IDF 成功在导弹进入以色列领空前将其拦截，但碎片仍然损坏了特拉维夫附近的一所学校。此外，胡塞武装在12月19号还声称对特拉维夫、雅法地区发动了1次无人机袭击，但以色列空军同日拦截了地中海上空的一个可疑空中目标，避免其进入以色列领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在特拉维夫的国防军指挥中心监督了这次对也门的空袭行动，并在声明中严厉警告胡塞武装领导人，谁伤害将会受到7倍的伤害。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进一步强调，过去的14个月里，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对以色列发动了数百次飞弹和无人机攻击，严重威胁了地区和平与安全。面对以色列的空袭，胡塞武装一名高级官员誓言将继续攻击以色列，并支持哈马斯在加沙的活动。他表示，胡塞武装对以色列国防军袭击沙纳和胡代达的行动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将在接下来几小时内发表更多声明，进一步加剧双方的对立。随着冲突升级，区域稳定性面临严峻挑战。分析人士指出，伊朗作为胡塞武装的幕后支持者，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进一步加深，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大兵认为，以色列通过高效的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来袭飞弹，并采取果断的报复措施，旨在遏制胡塞武装的攻击能力。然而，胡塞武装之前经历过包括美军在内的多重打击，均未使其完全丧失远程打击能力。未来，以色列和胡塞之间的冲突可能还要继续一段时间。美国国防部19号宣布，自巴沙尔政权倒台前后，美军在叙利亚的驻军人数已经从900人增至了约2000人。这一信息是由五角大楼首次公开披露的增兵详情。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莱德少将在五角大楼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首次承认了这一消息。此前，莱德曾向记者透露，美军在叙利亚的驻军人数为900人，这些部队是美国和当地极端组织作战10年来的一部分。莱德表示，这些部队的部署周期为9到12个月，这次增派的1100名额外部队则计划在30到90天内驻扎。对于这次增兵的具体来源、涉及的部队以及任务细节，莱德未作详细说明，仅提到这些部队主要来自陆军，任务和打击极端组织有关。五角大楼发言人当天并没有正面回答关于这次增兵的其他信息，包括这些部队的具体行动地点以及为什么如此大规模的增兵。莱德表示，我相信国防部长一直在跟踪全球范围内的美军部署情况，部署部队时往往会考虑到外交或行动安全的因素，是否公开也是一个考量。他还补充道，国防部长奥斯汀并未指示这次增兵信息保密。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垮台后，美国和以色列对叙利亚发动了多次空袭，打击了此前因政权或俄罗斯部队存在而不太好触及的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在过去2周内进行了2次大规模空袭，这是对当地极端组织打击行动的高潮。与此同时，当选总统特朗普公开呼吁美国不要进一步介入叙利亚事务。在其首次执政期间，特朗普曾试图撤出美军，导致其首任国防部长辞职。自去年以色列在加沙地区发动战争以来，包括叙利亚在内的中东地区美军面临的攻击日益增多。从2023年10月17号以来，已经至少有181起针对美军的袭击事件。路透社12月16号报道，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瓦季姆·苏哈列夫斯基上校在16号首次正式公开讲话中透露，乌克兰已经研发出一种名为3叉戟的激光武器，具备击落高度超过2000米的飞行目标的能力。
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苏哈列夫斯基的话报道称，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用这种激光击落2000米以上的飞机了。苏哈列夫斯基进一步解释道，三叉戟激光系统的名称源自于乌克兰国徽中的三叉戟图案，表明该武器为乌克兰自主研制。另根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12月17号报道，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补充指出，乌克兰不仅在部署三叉戟激光武器，还旨在开发搭载2架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的母机，这是乌克兰近期研发的众多新型武器之一。苏哈列夫斯基上校表示，三叉戟激光系统目前能够击落高度略超过约2公里的飞机，官员们正在努力提升其射程。尽管关于三叉戟激光武器的具体类型和性能细节尚不明确，但今年4月份有报道称，英国计划向乌克兰运送龙火激光防空系统的首批样品。龙火激光防空系统是由欧洲导弹集团英国分公司、莱昂纳多有限公司和凯奈蒂克公司在2018年联合开发，激光系统功率超过50千瓦，目前仍在测试阶段。英国前国防大臣格兰特·沙普斯曾表示，龙火激光防空系统可能用于打击俄罗斯的无人机，预计将于2027年正式部署。苏哈列夫斯基指出，乌克兰无人机系统部队成立不到6个月，已在前线作战部队和科研部队中展开工作，涵盖了陆海空等多个领域。他还表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天乌克兰是第5个可以声称自己拥有激光武器的国家。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